老架一路，百连跌叉。接上式，叉步云手。好，重心后坐，右手上穿，左手顺势放松下沉，右手逆缠，左手顺缠，领左膝，对拉下沉开步。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左手逆缠上捧，右手顺缠上捧，合右胯扣右脚脚尖，点脚收步，左脚自然放松踏实，右脚合于左脚足弓内侧，领膝上提，摆脚击响，两手画圆，正脚下沉相合。领右拳，同时松右胯提左膝，左拳顺缠下沉，两手在身前中线相合。放松下落，铲步开脚。身法继续向右螺旋，松右胯上下折叠下沉。好，翻胯摆脚尖，坐胯掐，坐胯，好，背向。右手上穿，左手下按，领膝上提，对拉开步。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合胯扣脚，收步领膝，摆脚击响，画圆正脚，领膝提腿，左拳下沉，下沉开步，身法右转，回正，翻胯，下沉蹲步，起身。各位同学们，咱们的摆脚跌叉呢，在太极拳当中属于一个偏有一些难度的动作。很多同学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与双手形成击响？拍不到脚怎么办？第二，拍完脚以后控制不住身体怎么办？第三，就是我们跌叉身法下不去，老跪膝怎么办？好，今天通过这3个方向来通过基本功的强调和细节的讲解，来跟老师们去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首先，第一，我们想要做好摆脚跌叉，那么身法上必须要通过大腿的螺旋来进行一个基本功的练习。比如说，很多同学说，哎，老师，我到这儿以后，合住腿以后呢，我在踢响的时候总是能打着第一个腿，第二个击响打不出来。咱们可以看一下，在动作展示的过程当中，有以下几个细节点。当我们领手上捧时，两手的高度基本上是与肩同高。同时，在领右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右膝在上提的同时，左腿是屈膝松胯的，并没有完全蹬直。所以在身法上没有蹬直你的左腿，就证明我们是一个放松沉下来的动作。那么你的上身就会产生一个下降。对于我们踢腿来讲的话，这个高度会更容易去产生击响。所以第一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想要提膝把脚弄上去，先把胯松下来，让左脚松沉下落。第二呢，就是我们得看一下太极拳当中很多点儿都是大家没有理解对的。我们之所以踢不着，就是因为直腿太多。老架一路交代过，我们不能有那么多直腿。所以大家看第二个原因，有很多同学在踢右腿的过程当中，习惯性的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武术的外摆脚，非常大的一个圆形弧线，让两腿蹬直去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好的韧带，肯定是踢不起来，对不对？所以大家得去把太极拳的这种没有直线没有抻直的这种腿法和腿型记到身上。那我们怎么踢呢？注意看。击响的第一下，它不是靠大腿绷直向前向上，而是靠像弹脑瓜崩一样把腿弹出来，它是一种这样的感觉。膝盖领起来以后，然后通过大腿肌肉的收缩向前弹踢。所以能不能踢着手取决于什么？不是取决于你韧带如何，而是取决于你的膝盖能不能领起来。所以大家看这个地方，我在踢腿的时候，我不要伸直的踢，伸直的踢很不好打到手。但如果我把腿抬起来的时候，膝盖顶上来，轻轻一弹脚，哎，再看一次，放松，是不是就很轻松的就能击响到我的左手？
所以呢，大家要切记啊，太极拳的腿法你能踢多高，不是讲你的韧带有多好，而是说看你的膝关节能不能拧起来。能拧起来，那么你的弹踢只需要轻轻的收缩大腿，脚自己就上去了。看到了吗？它是以弹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运化。所以大家在做双摆连的时候，第一下踢不着、踢不响，就是因为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脚和这个整条腿蹬得太直了，同时还把自己的支撑腿也蹬起来了，整个人起的时候往上走。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点，所以造成的踢不着。那我们往回去走，咱们说了踢不着的原因，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原因，它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在预备式的时候，包括起脚的方式也是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有很多拳友啊，练双摆连是这样子走的。好，续到这儿了，揉，通过什么？通过你的脚向后摆动。然后再通过身体的前后荡，利用身体的中线的前后倾斜来把自己的腿荡起来往后扔。那咱想想，双摆连的第二个重点，也就结合了这个地方去跟大家去强调，你踢不着的第二个原因是啥？腰腹没合住。因为很多同学可能都发现了，我在荡腿的时候，身子只有往后仰，才能把我的这个腿往前去送，是不是？所以第二个点就要告诉大家，我们领膝的时候，脚想往上提，腰腹一定是往内合，千万不能出现这样的身体运动形态。你往后仰的越多，那一腿会被伸长放远，你更摸不着了；二也会增加你踢腿往后倒的风险，所以很容易让我们摔跤。那么你们再看，咱们在练习的时候，如果能把肚子合住，合到这儿以后，看肚子相合走，是不是通过小腹还有我们的腰腹的肌肉产生向内的合以后，你的身体就不会产生向后的情况，而是始终再把这个力再向前去送，既能保持身体的上身中正，对不对？那同样也能去避免我们身体的后仰，同时还能催动我们的两手和你的脚在身体的右斜前方打出来迎击的这个响声。所以呢，这第二个重点，也就是从前面我们起腿发力的这一瞬间去给大家去讲解，并且呢去结合腰腹发力的这个方向让大家去练习。这时候两个点都解决到了，基本上腿都上去了，是不是？那么还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我上去了，我也能击响第一下了，但是翻胯的那一下，我第二响怎么都踢不出来。你看哈，其实这两点是相通的。我们之所以击响的过程当中能打响第一下，那同理第二项也会能够打响，但为啥打不响？大家想想，你是不是踢完第一脚以后，右腿基本上这个翻胯就由于当胯的不灵活，提前往下去带，看到了没有？这个腿膝关节，注意观察膝关节，上去，提前往下去带，膝盖早早的就领着自己的小腿，不往右侧画弧，直接向下方去压自己的右膝。那你看双摆连的膝盖弧度是什么？它是一个这样的弧线，就像我们平常热身一样，提膝摆胯，提膝摆胯。它摆胯的弧度呢，是一个正好能够看应对前手相合后手的一个弧线。但如果大家你在摆的时候，我这儿踢完了，我这个膝盖还没合到我这个手上，已经不是相合的这个动作了，直接就是对拉打开的动作了。那你说你的脚还能不能打上右手了？肯定打不着了，是不是？所以在膝关节画弧线的时候要切记，它的螺旋弧线必须得能先照应到你的两个手，然后在右膝和右手形成相合之后，再往下去落。这个时候看到了吗？你才能很好的去找到这个击响点。要不然你这边刚踢完，这个右手还没，你看这个右手和右膝还没有相合了，踢完第一下，你右手就算往前去迎，你的右膝都跟不上。所以这就是双摆连的第三个点。为啥击响的时候只能打响一下？为啥总是击不响另一个手？其实原因就在这儿。
我们的相合的这个节奏点呢没找到，就导致了我们在踢双摆连的时候，明明这个地方还是正相合呢，就直接把腿给它拉出来，让它没有相合了，直接形成对拉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出现下一个动作的错误点？既然摆脚跌叉它有一个震脚，大家再看，如果我们右手右膝不光合不上以后，不光导致你拍不着脚，还会导致什么？还会导致我们控不住腿。这个情况下，咱是不是得右腿先控一下，然后放松螺旋，震脚下沉，对吧？那大家可能在这点的时候也是没控住腿的时候也不注意，就导致右膝提前的摔砸到地上，没有击响，而且控不住单膝站立的一个身法节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了啊，刚才说的这第3个点得好好记到心里面啊。好，那么我们呢，双摆连跌叉，在这个跌叉其实是最难的一个点，下不去起不来又跪膝，是不是？所以来咱教大家一些身法的变化细节。我跟老师们经常强调过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的膝关节为啥它产生打不开会跪膝的问题，是由于咱们的脚尖没有摆到正确的位置。那大家看啊，当我们打完双摆连以后，在震脚的过程当中，不是打完之后直接向下震，而是什么？而是随着右胯外蓬身法微向右转，先向右转，两手，左手顺势上领，右手顺势下沉，两手有掌握拳，盖掌震脚相合。你在震脚的时候是咱们常讲的一个步法，叫什么？丁八步丁八步，它并不是一个这样的身法。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你在提左膝的时候，你就开不到前方。所以这个步法在双摆连以后的这个震脚，微向右转，身法朝向于右斜前方45度，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后。当我们震好之后呢，两手的拳腕合于身前中线，记住一点随右胯的松沉。这个时候咱们身法是不是要继续往右转，对吧？随右胯的松转，身法继续右转的同时，右胯松沉下落，左膝顺势上提，右拳领左膝上下对拉打开。这个时候两手并不是右手直接拉到太阳穴上方了它这块还是一个相照的合于中线。左膝领起来是通过什么领起来的？松胯腰腹相合，这样子才能站得稳，对吧？好，下一式，记住手对应的方向，然后咱再继续通过右胯的螺旋。注意看好咱开步的时候，左脚能不能开到你的正前方向，和咱们的这个脚开到左斜前方这个地方，它是通过你右胯决定的。因为很多同学反映过一个问题，说老师，我震完脚之后，我一提左膝，我一开步，我的左脚没有办法开到正前方，只能开到左斜前方。那问题出在哪了？肯定是右膝上，对不对？右膝和右脚脚尖，由于右胯没有合住，所以你开左腿的这个方向呢，就会导致它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右胯合不上，所以脚就往这边跑。那如果我们右胯合上了，这儿合上了，看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了？就一条线了。那这个东西做不做过多要求了？就是说，非得开到一条直线上吗？这个是没有强制要求的。你可以微向左斜前方稍微开一点步微向左斜前方，这是允许的，不是说这是一个必须条件，允许开到左斜前方一点点。好，那当我们左脚开步完了之后，注意看，这个时候身法是不是开左步的同时随右胯的螺旋，右手和左脚它还在对拉呀，是吧？还在对拉，所以你在下沉的时候，身体呢还是朝向于右斜前方在下沉。当我们右胯蹲下来以后，不能再往下沉了，再去通过看好注意看这个位置，左胯折叠，左胯折叠，在左胯折叠的时候，就像当走后弧一样，让左脚的脚后跟吃住劲，让你把左屁股向左去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翻下来，知道吧？翻下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右腿
来从这个方向看一下，右腿，这个时候咱的右胯不是合上了吗？左胯一翻，右胯是不是要打开，对吧？所以这时候翻下来，左胯的折叠它并不会影响到哪，右膝。大家想想，如果你做这个动作，右膝咔跪成这个样，原因是啥？胯夹住了，导致力全都来到膝盖内侧了。所以左胯相合的时候，右胯它是不能随左胯的相合而夹到里面，而是右胯在左胯相合的同时，还在向外打开。所以右膝、右脚脚尖这时候还是方向基本一致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明白了吧？啊，所以把身法的这个胯弄清楚。那这个时候就有同学说了，老师，哎呀，我到这儿我都蹲不下来。这个其实是个硬性条件。如果蹲不下来，有2个大原因。第一，左腿的韧带不够松柔，不够软，拉不长。第二，右胯的原因，打不开，合不住。所以呢，2个小基本功，一个是正压腿，我们把左脚敲到一个杆子上，天天压一压，或者是直接以铺地的形式，2手摸地，好压下来，压一压左腿，这都可以。那右胯怎么办呢？环仰卧啊，2脚合在一起，膝关节向两边打开，躺那儿睡觉就行啊。保持这2个基本功的练习，1周左右的时间，同学们就能下来了啊。没有，就是环仰卧没有任何的要求啊，不要总想着杂七杂八的，它就是为了让你开胯啊，也不用想着怎么气运丹田，也不用想着什么让能升仙咋回事的，就好好的去压你的胯就可以了。青蛙趴也可以啊。这2个动作不会的话，可以去抖音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是咱们的摆脚跌叉。